事实证明，朝鲜才是真正的美粉。虽然在国际上靠近俄罗斯，但在武器方面却和伊朗一样走向了山寨美国之路。在3月份，朝鲜官方公布了新的猛料，新星4，也就是朝鲜版 RQ4 全球鹰再次亮相，并展示了这款大型无人机的更多细节。只是想要研制全球鹰无人机，朝鲜需要面临3个问题：发动机、复合机翼以及载荷。全球范围内能独立解决这3个问题的国家，一个巴掌都能数得过来。朝鲜明显不在此列。问题来了，朝鲜新星4的技术是哪儿来的？在朝鲜半岛，这种无人机又能起到什么作用呢？新星4无人机并非首次亮相，早在2023年6月，美国商业卫星公司星球实验室就拍摄到朝鲜方县空军基地出现2架新型无人机，机型较大的无人机就是我们今天的主角，也就是新星4，翼展约35米，仿造美军 RQ4。2023年7月平壤武器展期间，朝鲜正式公开了这2款无人机。金正恩与当时的俄罗斯国防部长绍伊古还在现场观摩。在朝鲜战争停战70周年阅兵中，这2款无人机更是参与空中编队，直接飞越平壤的金日成广场。就当时爆出的信息来看，朝鲜新星4无人机外形与美国全球鹰的外形很像，半硬壳式机体结构，大展悬臂小单翼，微型尾翼布局，其他的也与全球鹰一样。头部设立大型卫星天线整流罩，机尾顶部设进气口，机腹下有设备舱。不管里面有没有设备，这一套东西不能少，面子上要过得去。根据猜测，新星4机身长度12米到14米，翼展约为35米。相比之下，全球鹰无人机的翼展35米，比波音737客机的翼展还要长6米，但机身长度还不到波音737的一半。这种大展悬臂的布局就是专为增大航程而设计。全球鹰的航程达到了 2.6 万公里，可在2万米的高空飞行，最大飞行时间达到了41个小时。在2001年还创下了飞越太平洋的纪录。朝鲜的新星4无人机既然是山寨全球鹰，估计也具备高空长航时侦察能力。推测理论航程5500公里，续航12个小时到18个小时。在2023年，朝中社就宣布新星4具备远程高空监视能力。在最新亮相的型号中，新星4的外形也发生了一些改变，侧面出现了雷达舱。这个东西在 RQ4A 原版阶段是没有的，到 Block 3040阶段才出现，估计装备了一种侧向合成孔径雷达，或者是信号情报载荷。机腹下方则安装了较大的雷达舱，外形很像装备 ZPY2 的 RQ4B， 机头前部的摄像头都完美还原。此外，有消息称，最新展示的新星4无人机翼展增加到了40米，达到了 MQ4C 海神的程度，续航能力与载荷能力或许会有所提升，作战半径完全可以覆盖朝鲜半岛周围2000公里。在方建空军基地，朝鲜还正在建造专用的无人机机库。问题来了，开头我们就说了，可以建造全球鹰这种大型无人机的国家并不多，朝鲜是如何做到的？新星4的技术是从哪儿来的呢？首先就是外形，如果单纯靠网上的全球鹰图片或者一些模型，朝鲜不可能手搓一个设计雷同的新星4，最大的可能就是经过一些渠道接触过全球鹰实物，并进行机体测绘以及 3D 建模。目前有据可查的全球鹰与海神无人机残骸不在美国手里的就只有一次，也就是在2019年6月，伊朗革命卫队在霍尔木兹干省击落一架全球鹰，残骸掉下来之后基本完整。朝鲜与伊朗的关系相信大家也都知道，二者主打一个互通有无。火力军估计，朝鲜就是根据伊朗接触到了全球鹰的外形与内部结构，并对其进行山寨。除了外形，朝鲜还有 N 个技术问题，比如发动机。全球鹰使用的是劳斯莱斯 AE3007H 涡扇发动机，这是专为公务机准备的小型航空发动机，长度约 2.7 米，直径接近1米，最大推力 4.2 吨。很明显，朝鲜拿不出来先进的涡扇发动机。不过飞机这东西，最简单的办法就是大力飞砖。即使是一块砖头，只要发动机够强，都能飞起来。作为替代方案，朝鲜可以选择喷气式发动机，与全球鹰发动机类似的就是米格21的 P11300，最大推力也在 4.2 吨左右。发动机涡轮直径同样接近1米，唯一的问题就是长度，达到了 4.2 米。但这是因为带了一个加力燃烧室，将其拆除之后，发动机的体型与全球鹰的 AE3007H 类似。就性能来看，涡喷发动机的耗油率较高，新星4的滞空时间完全比不上全球鹰。
不过朝鲜半岛就这么大，即使性能缩减也够朝鲜使用了。除了发动机，新星4的复合机翼也是一个问题。全球鹰的机翼全部使用复合材料和环氧树脂材料，作为成立框架和蒙皮，达到了相当好的重量和启动性能。以美国的技术实力，也是在2005年才攻克这项技术，朝鲜做不到这一点。一方面是技术，朝鲜之前公开亮相的无人机基本是小型无人机，直接跨越至35米的翼展根本说不通。另一边就是价格太贵，除了新星4，朝鲜没有别的飞机需要建造那么大的机翼。如果使用铝合金机翼，飞机的结构强度大概率有问题。如果强行解释，那就是俄罗斯出手了。就能力来看，俄罗斯的确可以做到这一点。其 MS-21 客机的翼展就达到了 35.9 米，与全球鹰和新星4的翼展差不多。当然，建造一个能飞的飞机难度并不是很大。有俄罗斯这个大哥，朝鲜的确可以手做一个盖板全球鹰的外壳。但问题在于造出来有什么用？研发大型无人机真正的难点在于制导导航控制和空地通信电路。无人机与遥控飞机最大的不同就是需要具备自主飞行能力。操作人员为其规划航程和任务之后，无人机就可以自己完成飞行，不需要其他人来控制。想要做到这一点，对软件硬件的要求非常高，比如飞行控制计算机、传感器等等。到目前为止，俄罗斯都无法依靠国内供应链完成上述系统，需要通过灰色渠道从欧美获得相关电子元器件。至于朝鲜如何做到的，依旧是个未知数。火力军估计大概是参考了俄罗斯的方式，通过灰色渠道获取，或者从国际市场上购买民用组件，然后自己再做适应性设计和匹配。在国际市场上购买制导导航控制系统的难度并不大，那些用于农业、林业的无人机飞行系统价格非常便宜。一些无人机开发商还向市场公开提供制导导航控制系统，支持中小型开发者自行搭建无人机。当然，用这个系统来搭载无人机，能保证在开阔地带的飞行就已经很不错了。作战想都不要想。假如朝鲜通过俄罗斯在飞行控制计算机、传感器等方面达到要求，就会面临后续的问题，比如数据电与载荷。美军的通用数据电系统和卫星数据电可以在全球范围内为全球鹰提供稳定的通信通道。朝鲜这边其发射的4颗光明星通信卫星都是低轨卫星，目前不知道还有几颗等工作，无法为无人机提供稳定的通信连接，只能使用俄罗斯的格洛纳斯。当然，这点同样可以使用民用设备。在国际市场上，用于无人机的微波直控设备和机载卫通设备等并不是很难找。无人机飞控加卫通控制设备，再加一个地面站，把无人机飞起来问题不大。至于载荷，这个是最难解决的。全球鹰的任务载荷包括一套完整的 LN-100 前视红外设备，一套 LN-100G 测试合成孔径雷达。海参无人机则装备一套 DAS-3 前视侦察系统，一套 ZPY-3 型合成孔径雷达，带目标指示功能，一套 ZLQ-1 电子支援系统。此外，还有大量的任务载荷没有披露。对于当前的朝鲜来说，合成孔径雷达领域基本是空白，完全没有开发这种先进侦察设备的能力。在相控阵雷达方面，也没有展现出足够的技术能力。办法也有，继续在国际市场上淘。在国际市场上，微像式航空光电平台这东西，不仅供货量大，性能也不错，有些甚至具备人工智能车辆识别能力。只要拆掉封闭的舱室外壳，换成一个光学玻璃外罩，就可以实现侦察功能了。总的来说，朝鲜的新星4的确是造出来了，也能在天上飞，但到底能起到什么作用，火力军也不太清楚。任务载荷的信息几乎为零，如果单靠民用组件凑一套出来，性能只能说一般，很难具备超视距作战能力。最好的方案就是在地面遥控站的通视距离之内执行任务，飞行半径大约在300公里。有可能跟之前亮相的预警机一样，主要依靠俄罗斯的技术支持，具体性能如何，只能等到真正执行任务才能知道。不过要让火力军来说，新星4与之前亮相的预警机大概都仅仅是能飞而已。朝鲜与伊朗一向擅做模型，伊朗的6代机，朝鲜的 M1 坦克到现在也只是空壳，现在又多了2个。至于新星4未来能起到什么作用，火力军只能说有一点，但不是很大。乌俄战争开始之后，朝鲜与俄罗斯的关系急剧升温。朝鲜向俄罗斯派遣士兵为俄罗斯而战，并且援助炮弹、火箭炮以及弹道导弹。俄罗斯则向朝鲜提供技术支援。就拿弹道导弹来说，精度已经大幅度提升，比如火星11，
这点已经得到乌克兰国防情报局局长布达诺夫的证实。所以朝鲜的新星4大概率得到了俄罗斯的技术支援。如果新星4具备一定的作战能力，那能起到什么作用呢？就性能来说，即使是盖板全球鹰，也能弥补朝鲜长期缺乏远程战略侦察手段的缺点。新星4的高空性能可以帮助朝鲜提升对战场态势的单向掌控，配合其他侦察手段，也能构建多层监视网络。再多就没有了。作为一款无法隐身的高空大型无人机，新星4有很大的缺点。就拿全球鹰来讲，其飞行速度较慢，并且缺乏隐身能力，在空中执行侦察任务时，很容易被发现并遭到攻击。在2019年，一架全球鹰被伊朗革命卫队击落，韩国的防空系统只会比伊朗革命卫队更强，击落新星4那就是小菜一碟。而作为盖板的新星4，生存能力只会更差。而且在美国那边，已经计划在2027年之前全面退役全球鹰，还有伊朗革命卫队的原因。全球鹰被击落之后，其信息数据很可能已被解密，制造工艺、光电侦察设备以及携带的精确制导弹药等技术可能被逆向破解，也可能被潜在对手仿制，或制定专门针对其的策略。在科索沃战争期间， F-17战斗机被击落后，美军便迅速让其退出现役。也有一部分原因是全球鹰太贵，在研发初期，其单价就已高达5000万美元，经过改进后更是飙升至 1.3亿美元，甚至超过了美国的 F-35。随着新设备的配备，能力有所提升，但单价呢也进一步攀升至 2.18亿美元。对于美国空军而言，无论是日常训练还是任务执行，都是沉重的负担。价格贵加上被击落，全球鹰退役理所当然。按照美国的计划，将使用隐形大型无人机取代全球鹰，比如 RQ-180 白蝙蝠无人机。从这点来看，朝鲜仅仅是研制了一款美国即将退役的无人机，能起到作用才怪呢。总的来说，在俄罗斯与朝鲜的支持下，朝鲜首挫一个盖板全球鹰并不是难事。但是考虑到俄罗斯在电子元器件上的弱势，新星4恐怕无法发挥太大的实战作用，更多的是起到一种宣传。好了，这期视频到这儿就结束了。各位觉得朝鲜版全球鹰无人机的真实性能如何？可以在视频下方留言，大家一起讨论。我是火力军，下期见。